佳乔，你行不行？行啊，剩下一个给你吧。谢谢。金锁，死者大概死了5、6个小时。现在早上9点半，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的半夜。初步估计是被人用刀刺死的。佳乔，该你了。大哥，我肯定这里不是凶案的第一现场。你们看这鞋子，死者的鞋底和身上都没有任何的泥土。你们看看，路口正在修路，有很多泥土。如果死者在这儿被人杀死的话，他的身上一定会有泥土。所以我推断呢，死者很有可能是被人杀死之后遗失到这儿来的。还有，我在他的身上找到这张信用卡。卓忠杰，大华，查一下这个人。是的。死者腹部伤口有2寸长，看来凶手用的凶器是一把很利的刀。可是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凶器。刀子直插肝脏，造成失血过多致死。死者是被杀之后才被人绑着双手。医生，可不可以再详细解释一下？如果死者是在遇害之前被绑的话，他一定会用力的挣扎，留下很深的淤痕。但是他没有明显的淤痕，也就是说，死者死了之后才被人绑着双手。死了就不会反抗了？为什么凶手要多此一举呢？会不会漏了呢？应该不会啊。哼，哇，漏了好几样。喂，不可能的。你看，全都在这里了。什么事这么紧张啊？所谓百密一疏嘛，我怕在现场呢漏了证据啊。对自己的也有信心。咦，安峰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漏了什么？他刚才还在担心呢，你又吓他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做事吧。左边这根头发呢是死者的，右边那条在死者身上找到的。而这2根头发，无论发质和粗细程度都有明显的不同，所以我相信这2根头发是属于2个人的。那，你看看右边这根，又长又黄，可是发根底部呢仍然出现黑色，很明显的是曾经染过色的。你看死者这根头发，有没有看到发根的部分？有一点问题，这个应该是受到吗啡的影响，所以我想呢，死者应该是一个毒瘾很深的吸毒者。我儿子很孝顺的，每个星期都陪我去饮茶，还给我钱花。你知不知道你儿子平时跟什么样的人交往？不知道。有没有带过朋友回家来？没有。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心事？
不知道。你对你儿子很不了解啊。我怎么知道呢？他一个星期有2、3天不回家睡觉的。周太太，请保重。有没有特别的？没有毒品，很健康，还很有品味呢。整个衣柜都是名牌。卓太太说，卓崇杰在一家时装名店做售货员，还说他儿子很孝顺，不会吸毒。虽然我们在卓崇杰的家找不到任何毒品，但是我们不排除他的死和毒品有关。凶手选择半夜里面运尸，很明显是有计划的。可是卓崇杰又没钱，家世清白，也没有跟人结怨的迹象，为什么被人杀了呢？小华，是弃尸现场附近有没有线索？没有啊，3更半夜的，那里又偏僻。我们问过附近的居民，大家都说没有留意到。这样吧，老大，我们试着从他的同事下手。曾 Sir， 这个人说想来提供有关卓崇杰那个案子的资料。谢谢你时间，请跟我来。哦，请坐。坐。怎么称呼？陆富才。你有什么资料提供给我们？我是卖报纸的。那天快要天亮4点多的时候呢，我看到一部车子停在巷口。什么车子？白色高丽牌的轿车。这不是车牌号码？我只看到那部车子的后车厢打开了，但我没留意到车牌。接着怎么样？接着我听到后巷呢有点声音，好像有人在拉东西。是男的女的？太暗了，看不清楚啊。看不到他样子。是啊。他拿着什么东西？他拉着很大袋东西，但是我赶着开工看了一下我就走了。志奇啊，给陆先生做份笔录。陆先生，谢谢你啊。好。那部车子可能是凶手用来运尸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全港9新界那么多白色的高丽牌轿车，哪一部才是啊？至少知道是白色，那就缩小了调查的范围了。你肯定凶手行凶之后不会喷上另外一个颜色吗？是啊，可能本来是别的颜色，后来喷上了白色，怎么查？不要瞎掰了。我们的资料是白色高丽牌轿车，办事吧。是的。你放心吧，我只想破案，你的私生活我不会干涉的。是啊，放心，我大哥说过的话一定会做到的，放心吧。那天，我就像平常一样到欢乐酒吧喝酒。后来我看到卓崇杰一个人。Hello， 一个人喝闷酒啊？干脆我陪陪你吧。拜托你走开吧。一块坐吧，怕什么？我又不介意，一块坐吧。不要烦了，拜托你。一块坐吧，我又不介意。走开行不行？你想干什么？哎，对不起，他喝醉了。好。你没事吧？我认识你啊。你朋友呢？我找 Manfi， 他老是不理我。他说最近很忙，其实是故意避开我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试着再找他呀。如果他回电话，你跟他说清楚；如果他不回电话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世界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。我好闷啊。我们不合适。我真的很闷，你能不能陪我到我家去？少喝点儿。你和周崇杰都是欢乐吧的常客，那你有没有见过她的男朋友呢？只见过1、2次，没印象。叫什么名字？好像叫做 Manfi。知道中文名字吗？不知道。那卓崇杰的家呢？也不知道。会叫人回家的，一定不是跟他妈妈住的那个家了。喂，那就是他可能有2个家。接着怎么样呢？接着我到洗手间去，出来之后就没见到他。哎，我们到哪儿去疯啊？再去喝酒好不好啊？来呀，是不是到你家去啊？
那个男人是不是 Manfred？ 我看不见他的正面。那车子呢？我敢确定是一部日本高丽牌的轿车。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 Manfred 的拼图？放心吧，我说到做到。慢慢想，不要急。4号嘴巴。就是他。老大，有没有进展呢？Manfred 的拼图出来了，我们兵分2路，小唐菜和大华到周崇杰工作的服装店进行调查。是的。那我呢？你跟我去酒吧。崇杰的个性很随和，做事情也很勤劳，有的时候工作很忙，要他加班他也无所谓，所以客人很喜欢他。那你了不了解他的私生活呢？这方面我就不太清楚了，因为我跟他只不过是一些公事上的接触，他下班之后的私人生活我很少过问。哦，我想看看他的资料。没问题。地址是跟他妈妈住的那一个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？没什么印象。什么 Manfred 呀？不认识。请你看清楚一点。说了我没有印象吗？每一个男人，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你老头是不是这个样子的？这么看来，倒是挺面熟的啊。那天周崇杰是不是跟他走的？不知道，没有留意，抱歉。老大，喂，老兄，别跑，站住，别跑！阿 Sir 叫你别跑，你还跑？阿 Sir 不关我的事，怎么不关你的事啊？老大，有没有卖毒品给卓崇杰啊？阿 Sir 问你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时有了，有时有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？好像免费。什么时候见过他？昨天晚上在街欧见过他。什么街欧啊 ？Gentleman Only。同志 Disco。哎，有没有线索啊？没线索啊。继续走吧。不是吧？还要走啊？是啊，继续啊。我有一个不祥的预兆。整晚都没睡啊？等了一晚上都没有结果。回家呀。是啊，跟小花耗了整晚。哎，今晚轮到你们去了。啊？这个 Manfred 呢，是这个案子重要线索，一定要把他找到。老大呀，我和志奇呢装成情侣不太像啊。我觉得很像。老大，你让我去吧，我没有去过那种地方，我想去开开眼界。也好啊，反正你装起男人来也很玉树临风、英俊潇洒，晚上你去吧。是啊，趁机调个过来，让他改邪归正也好。你们怎么搞的？我们大家同样都是人，每个人都有感情的嘛，只不过彼此的取向不同，怎么把人家当成怪物似的？对是吧？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把 Manfred 找出来。不错。老大，我是不是跟大华一起去啊？不是，是大华和志奇2个去。啊，真的是我们呀？哎，佳乔，怎么了？高色呢？这2天看我的时候有点怪怪的，你哥是不是跟他说了？当然不是了，8成是你自己心虚吧？我说真的。你要不要我对天发誓啊？说了不是的。不是，你别瞎猜了，不会的。怎么了？光天化日之下拉拉扯扯的。哦，我家乔正在说化验的结果。我去化验了，我先走了。好。他没事吧？没事，他老是这个样子。
哎，曹操，怎么就不出去吃午饭，在这吃泡面看书啊？你想要得到一样东西呢，就一定要付出代价。可是太为难就不要勉强了。这本书是难看的点，我很快就会习惯的。我说的是泡面啊。你耍我你啊！哎，不跟你说了。